这条线还是这条线还是这条线，其实这个是比较难判断的，所以说我们就不去管它具体的哪一个边，我们就看它的正面是哪里，这里是它的正面，然后这边是它的侧面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我们大家用一些新的观察方法去看待一个人物，看待这个人体，这个正面和侧面交汇的地方，大概就得到了一条边，然后后脑勺大概在这儿，我们排除了头发，那么额头往上一点的位置，顺着这个透视过来之后呢，和这条竖边相交于这里，那么再顺着这里往后找一条线，然后从下巴这里也是按照这个趋势，按照这个趋势的规律，找一条线和这条竖边相交，那这个交点往后一条线，这个头部的方体就越来越清楚。然后这边可以以它颧骨这里做一个参照，做一条边和这边相比较，它们是平行的，或者是向上稍微有一点聚拢的趋势，这是它的透视。那这个方体呢就概括出来了，这就是它头部的一个方体朝向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胸腔，这个胸腔很难去判断，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正面呢，正面在哪？正面在这儿，这是侧面，这是一个往上抬起来的、略微扬起来的一个胸腔。其实我们只要能确定了这两个基本的面，然后这个面的大致朝向，能确定了，就能确定这两个边。这几条边一定下来，跟这个身体的宽度差不多，跟这个身体的宽度差不多，有一些出去一点，有一些在身体里面，这都不影响。你看，这回这个方体就出来了，然后再到骨盆，那么它这个骨盆呢，好像左右宽窄左右高低的这个特征不明显，还是找它的正面，正面是略微朝前面斜下方的。我可以先涂出来一个面，然后再涂出来一个侧面，正面和侧面交汇，这边也是，这边的外轮廓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块的侧面了。然后从它这个髂前上棘这个位置连一条线，大概就是它的骨盆的朝向，骨盆的上面的边，骨盆胯部体块上的这个面是能看得到的，因为从侧面看啊。从侧面看，我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画一下。从侧面看，胸腔和骨盆，它是呈相反的方向的，是由于脊柱的这个生理弯曲导致的。就正常站姿情况下也是，从前面的视角就能够看到骨盆上面这个面。这是一些规律性的、基本的特征，这个直接背就好。只要我们画这个正常站姿的胯，基本上前面视角都能够看到胯上面的这个面。把这个隐藏掉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就是得到了这个人的3个体块的一个这个特征，我们把它们相连。看好了颈部的柱体朝向，腹部的柱体朝向。手臂，你看他手臂有多宽，我们就概括成多宽。感觉这个方向的柱体上面这横断面，我们能看到多少？远处的这个上臂应该更圆一些，这个横截面。这就是偏几何体的概括。就给它画的简单一点，大概有个粗细，然后在轮廓上面不用考虑它的肌肉形状、解剖形状，就是一个圆柱，只要找好这个圆柱的宽窄、长短以及朝向就够了。在这个朝向下，我们能看到它多大的横断面。然后前面这个小腿基本上是看不到它的角度的。在视平线以下，所以说呢，能够看到一点它的顶面。
这样去处理就好了。我们可以先不用去考虑太多细节啊，太多自然型的东西。这是脚后体块，另一个脚呢是看不到的。手部也是大概其概括就行了，这个现在不是重点。手肘这个画不画都可以。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人体的基本体块，就是几何体块的造型。那么这个几何体块呢，它就比较符合这个模特。其实它的宽窄啊、长短啊、这种粗细啊，都是根据这个模特来的。你只要符合这个模特就可以。然后膝关节在这里，可以方一点，也可以用一个球来代替，反正都是几何体嘛。因为在这里面这个肩也没有去画，这个都无所谓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在这个阶段解决这几个大体块它们的空间中的状态。只要能够判断清楚了这些几何体块的朝向就够了，其他的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。然后就是放旁边，然后看旁边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它的正面脸怎么样？比上一个更多一些，对吧？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，大概去看一下它的正面和侧面大概在哪交汇。看面，不看具体的一个点，交汇的地方就出来了。只要是交汇的地方一出来，其他几个边就应运而生了，就水到渠成。看这两个方体，它是有空间上面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变化。那么这个胸腔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偏正面一点，侧面看的就少一些。其实这个东西看的熟练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截了当的找到这个侧面和正面的交汇。那这个体块跟那个相比的话，就会转过来一些了，正面就会大一些。画的是不是也要契合上一张大概的这个比例关系？那这是它的颈部、腹部。这个也是对空间结构的理解。我们按照它的长度，按照它的宽度来画，然后不用考虑它的结构型，就给它简略处理。这个小腿跟上一个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在概括体块的时候呢，从它的这个关节到这个关节来判断它的趋势。有的时候我们只看一个边，就会影响你的判断，你感觉它是倾斜过去的。但是我们要是看到关节，连线关节，你就知道这个朝向它是比较直的了。如果不看这个的话，很有可能就画成，很有可能按照这个边就斜过来了。斜过来呢，它就这边如果说不画出它自然形了，就很难矫正过来。所以说画这个我们要看关节到关节。膝关节的这个结构的无所谓，一个用球画，一个用方形画都一样。然后把图隐藏掉，我们再看。我是在那个图片中描的，在图片中描的呢就比较简单，这个按照它的宽度来画就行了。但是我们要是照着照片再往纸上画的话，需要比较和参照的，就会过程就会更长一点。那么你看这两个人，你看它就是一个人身上概括出来的。如果是画另外一个人，那么他的宽窄的比例啊，他们的长度的比例啊，又会改变。就说这些地方，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去分析、去比较。